崩坏3是由米哈游出品的动作手游 IP， 其特色之一就是游戏背后丰富的多媒体企划，相继推出大量的漫画、动画和小说，质量也相当出众。但由于繁杂的背景设定和混乱的剧情顺序，导致诸多玩家即使感兴趣，也只能望而却步。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经过2年的积累后，今天的崩坏3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且有趣的剧情体系，从之前的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变成了好像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正值崩坏3 2周年的契机，今天就让范式带各位舰长按最新的时间轴顺序，好好梳理一遍崩坏的剧情脉络吧。首先是你需要知道的基础概念：地球上有一种名为崩坏的星球意志，想要毁灭人类的文明。灾害、瘟疫、怪兽都可以看作是崩坏意志的不同化身，其中级别最高的崩坏会在人身上诞生名为律者的超级生命，这种事件会被标上编号，比如第一次崩坏、第二次崩坏等等。人类中有2个对抗崩坏和律者的组织：天命和逆商，前者靠考古，后者靠科技。而崩坏3就是一个关于天命和逆商互相撕逼，顺便对抗一下崩坏的故事。对，每当看不懂的时候，默念这句话就好。接下来为了叙述方便，我将剧情分为5个重要的时间节点：5万年前的史前纪元，公元15世纪的中世纪末期，1952年的第一次崩坏，2000年的第2次崩坏和2014年的第3次崩坏。绝大部分的崩坏3衍生作品都是围绕这5个时期展开的。5万年前，上一代人类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并开发出诸多对抗崩坏的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在击败律者后，将它的核心加工成超级武器，反过来对抗崩坏。这种神器就被称为神之剑。这一纪元一共出现过14名律者，其中前13名都被人类击败，被抬走打包做成了13把神之剑，能力也一一对应。比如天火圣才对应炎之律者，黑渊白花对应死之律者等等。但纵使这一纪元的人类拥有恐怖如斯的科技和神器，在最强的第14律者面前，却还是土崩瓦解了。除了一小部分超级战士，比如 Kevin 和福华被秘密冷冻在睡眠舱，用以帮助下个纪元外，其余所有的人类都从这个世界上灭亡了。在漫画中对应这段剧情的是几篇名为《神之剑秘话》的短篇外传，大都是以旁白视角展开的纯说明文，篇幅不多，但信息量极大，基本每一页纸都在疯狂补设定，是崩学家研究崩坏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也有很多人物关系上的小彩蛋，比如梅伊博士和第7律者黑灭口跟牙医和基子在长相和名字的日语发音上完全一致，可以看成是轮回转世。手持天火圣才的 Kevin 卡斯兰娜可以看成是 Kiana 的老祖宗，而5万年前烛火之蛾的融合战士华则可以看作是福华的本人。我操，为什么只有你可以这么屌？那史前篇结束，故事就到了5万年后，我们这一代新人类的历史。时间来到15世纪，专门对抗崩坏的特殊组织天命在欧洲成立，2名超重要的角色也就此登场。他们分别是天命主教之子奥托阿波卡利斯和他的青梅竹马卡莲卡斯兰娜。奥托是智力型人才，对崩坏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而卡莲是武力型人才，是天命的最强女武神。然而在一场和大明帝国的战争中，卡莲被当时还是神州守护神的福华轻松击败。一眼就认出卡莲的武器犹大的誓约是神之剑的福华，离开前告诫卡莲好好想一想，你想守护的究竟是什么？跟随大军回到欧洲后，卡莲无意中发现天命在利用人体实验研究崩坏，而奥托正是研究者之一，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此时的卡莲终于明白福华那番话的含义，他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破坏了天命的实验现场，并抢走了作为素材的黑盒子。为躲避追杀，卡莲逃到了极东之地日本，遇到了八重樱。经过各种各样不便细说的事情后，两个人就相爱了。哇，要不要这样？青梅竹马又被天降吊打啦！然而此时黑盒子中的崩坏意志却趁机占据了八重樱的身体。原来盒子里封印的正是第12律者侵蚀律者，也是上一纪元少数几个直到人类灭亡都没来得及做完的神之剑地藏御魂。最后卡莲虽然成功封印了八重樱，但身受重伤的他也被天命捕获，最终在刑场上为保护平民死在了崩坏兽的爪下，结束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在漫画中对应这一时期的按顺序是紫渊篇、匪鹰篇和黑白版的8到11话，但因为实际的更新时间跨度非常大，匪鹰篇甚至比紫渊篇早了足3年，所以连起来看堪称大型吃书现场。比如犹大的誓约从造出来的变成挖出来的，奥托从真好用万能黑木男变成有情有义真男人，卡莲则从国民女神华丽变身大号 Kiana， 或成最大输家。至于奥托为什么能活到今天，是因为他通过第一神之剑虚空万藏的力量学到了上一文明纪元的知识，利用更换肉体不停续命的技术，他连任了500年的天命主教，最终成为了今天的幕后大 boss。出于对卡莲扭曲的爱，他也做了很多疯狂的举动，比如用卡莲和崩坏兽的 DNA 合成了德丽莎阿波卡利斯，以及自主研发了讲述卡莲和奥托相亲相爱暴打八重樱的电子游戏《卡莲 Fantasy》，长期保持排行榜第一，并在瑟西利亚的分数超过他后，把他的号封了。时间继续推进，来到现代，1952年，本纪元的第一次崩坏在柏林发生，产生的第一律者名叫瓦尔特，但他却莫名失去了记忆，并没有像上古文献中记载的那样对人类产生敌意。天命组织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把他捉回去做人体实验。在这期间，瓦尔特结识了爱因斯坦、特斯拉、普朗克等一批不知为何都是美少女的天命科学家，和这群圣痕过了一段后宫偏室的幸福生活后，他们逐渐发觉了组织的阴暗面，最终和奥托彻底决裂，从天命出走，成立了逆商组织。对应这段剧情的衍生作品主要是名为逆商的视觉小说。和漫画不同
同是文字类载体，所以信息量非常大，详细阐述了崩坏、魂纲、史前文明等诸多概念，在剧情上也是崩坏3中非常精彩的一章。顺带一提，系列中一共出现过4名瓦尔特，蓝发的瓦尔特乔伊斯就是逆商小说的主角，也是原生的第一律者，但在对抗奥托的过程中牺牲，临死前他将律者核心传给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褐发的瓦尔特杨，也是今天的逆商领导人。而后面被牙医脚踩的瓦伊特和被浮华吊打的瓦尔特，则是乔伊斯的克隆人。第一律者真正的能力是理智律者，只要明白了事物的原理，就可以将其再现。所以瓦伊特和瓦尔特控制重力的能力来源，其实是他们所克隆的初代瓦尔特的肌肉记忆里再现了的第9神之剑伊甸之心中所封印的第9律者核心炎之律者的能力。我操，这是太他妈复杂了！说完了第一次崩坏，接下来就到了负责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2000年发生在西伯利亚的第2次崩坏。这是一段一开始只活在旁白中的剧情。卡斯兰娜家的齐格菲和 S 级女神瑟西利亚结婚，生下了女主角 Kiana。由于奥托的命令，瑟西利亚和第2律者西林同归于尽。愤怒的齐格菲带着 Kiana 出逃，然后就没了。即使是游戏中专门讲这段的第5、第6章，也只是情怀式的让岳父岳母露了个脸。然而最新的连载漫画第2次崩坏篇中，对这段剧情进行了非常详实的补完，将其升级成一场多方势力角逐的史诗级战役。尤其是逆商阵营，又是弑神武器，又是无限剑制，最后神他妈黑洞都造出来了，简直狂刷存在感。反观游戏里超级活跃的齐格菲，在漫画里，哇，这个杂兵好厉害，我不行了，快来帮帮我！飞哥，说出你的实力。第2律者西林被逆商击败后，逃到了月球背面，却意外发现了被上一纪元的梅博士封印在这里的崩坏之神的一部分，神赐予了他另外4名律者的力量：风暴、雷电、死亡和烈焰。这就是为什么西林明明只是空之律者，却会在死后留下4块不同力量的宝石。哇，这个史前巨坑终于填上了。后来代表雷电的征服宝石在牙医身上诞生了雷之律者，代表风暴的渴望宝石在温蒂身上诞生了风之律者。游戏中玩家一直控制的 Kiana 其实是奥托混入了第2律者 DNA 的 Kiana 克隆体 K423，所以在第8章他会觉醒成空之律者。至于 CG 动画里为什么绿化娜会称呼牙医为我的半身，就是因为牙医身上的征服宝石本来就是第2律者的一部分啊，所以严谨点其实应该叫我的1/4身。那话题重回第2次崩坏篇，这段漫画还在连载中，但此时的第2律者已经得到编剧的史诗级强化。反正我是不知道现在这个律者神力5合1，可以直接从月球往地球扔陨石玩的超级无敌大西灵，要怎么操作才能被瑟西利亚这个区 S 级女武神同归于尽掉？但这段剧情肯定是要尽力圆回去的，因为正是瑟西利亚的死才会触发齐格菲带走 K423和德里莎成立圣弗利亚学院等一系列后续事件。随着 K423 以 Kiana 卡斯拉娜的自我认知长大成人，故事终于到了大家熟悉的御三家时期。2014年，逆商的激进派科克利亚利用征服宝石在雷电牙医的身上制造了第3次崩坏 ，Kiana 和 Bronia 被卷入其中，但在修伯里安号的舰长无量塔前任舰长无量塔基子的帮助下，事件顺利解决，3人也正式进入培养女武神的圣弗利亚学院就读。后面的故事就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漫画了，由于更新时间较早，跟现在的主线格局关系不大，这里就不专门细说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暂停看看。那以上就是我按照时间线整理出的崩坏3主线剧情和对应的作品。当然，如果你想自己去补完这些漫画和小说，我推荐还是按照他们实际的更新顺序去看，因为很多设定官方自己也是边画边吃边完善出来的。另外，可能有观众会想问，我在游戏里玩的那些剧情在哪里啊？问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游戏里的剧情在这里。没错，也就是说，当你打开手机进入崩坏3的那一刻，我上面提到的所有剧情全部都是既定事实，跟你没有一根毛的关系。而这也是崩坏3被很多人吐槽的主角定位问题。这除了会削弱玩家的代入感，也会对人物关系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试想一下，某天米哈游出了瑟西利亚的角色卡，然后我们就可以对齐格菲说：“嘿，岳父，你老婆在剑桥被我摸到4星好感了。”哇，这太丧心病狂了！赶紧出，赶紧出！事实上，前2年的崩坏3漫画确实处在一个蛮荒生长的摸索期，设定尚未完善，剧情也比较单薄，而且会有大量无意义的摆 pose 耍帅和杀彼此福利啊，这个好像挺有意义的。个别篇章为游戏版本服务的痕迹也特别严重。要出萤火轮5了，八重印就突然上线和德丽莎搞到一起了；要出影骑士月轮，浮华就突然把死之律者一拳给秒了。但这种服务游戏的战略性吃书其实也无可厚非。你看隔壁暴雪制片厂为了推恶魔猎手，还不是把被角男轮了1万年的伊利丹都给洗成光明之子了？而崩坏3的外传最为人诟病的还是其混沌至极的蛇形填坑模式。要看懂剧情 A， 你需要先知道 B 和 C， 为了理解 C， 你又得先看 D 和 E。但是没有人会告诉你 A、B、C、D、E 分别在什么地方，他们甚至可以来自不同的平台，比如 B 是小说 ，C 是漫画 ，D 是游戏里的某段 CG， 而 E 可能是 A 里的一段旁白。哇，这什么解密游戏啊！不过好消息是，这些问题官方也终于开始着手解决了。外传故事逐渐转为以填坑和收束剧情为主，尤其是今年的紫渊篇、二崩篇和逆商小说的完结，一下就将3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立了起来，散落在各处的线索瞬间连成一条线。再配上渐入佳境的漫画剧情，我们终于可以在繁杂的设定和精美的画工之外，去吹一吹故事本身的精彩程度了。这简直
啊，就是一部正常的漫画应该做的呀。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祝崩坏3 2周年快乐，也衷心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你多了解一点崩坏的世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关注一波范式。好的，我们下期见。